要打开一本尘封已久、充满奇幻色彩的补集《山海经》。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部关于神话地理和那些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神秘生物的传奇。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看世界的？他们的想象力有多丰富？《山海经》里那些诡异的文字和传说中的画面，就像一扇扇窗户，把我们带回到几千年前，去感受那些已经进化或者绝迹的远古生命，去探寻天地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奥秘。来吧，咱们这就一起跟着《山海经》的第一卷，从雀山山系开始，看看那里都有啥稀奇古怪的故事。雀山山系，招摇山的奇兽与美玉，南方的第一条山脉叫雀山山系，它最西边也是打头阵的。这座山啊，紧挨着西海，山上不仅桂树繁茂，金银玉石也藏得满满当当。山里有种奇特的草，长得跟韭菜似的，却开着青色的花。听好了，吃了它你就不会饿肚子。还有一种树叫迷谷，看着像构树，可树皮上全是黑色的纹理，那光芒能照亮四方。据说只要你把它佩戴在身上，就永远不会迷路。不过招摇山最有名气的，它得说是那里的猩猩，它们长得像猿猴，耳朵却是白色的，既能趴着走，又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古时候的人就说，吃了猩猩的肉能让人跑得飞快。话说这猩猩啊，据说还特别像人。古人流传着一个关于猩猩的有趣故事，据说他们能说人话，成群结队地出没在山谷里。他们知道过去发生的事，而且还特别贪吃、贪酒，喜欢玩草鞋。于是啊，山里的土人就想了办法，他们会在路边摆上几坛好酒，旁边再放几十双连在一起的草鞋，一眼就认出了这些东西，还会大骂那些土人的名字，嚷嚷着你们又想骗我，我才不会上当呢。然后就气哼哼地走开，可走了没多远，又会忍不住偷偷摸回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酒和草鞋，一边盯着还一边骂，又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他们最终还是抵不住那诱人的酒香和草鞋的吸引力，开始相互招呼着喝酒，还把草鞋套在了脚上。结果呢，喝得酩酊大醉。这下好了，等着捕猎的土人立马冲出来，一把抓住这些醉得东倒西歪的猩猩。他们脚上还套着连在一起的草鞋，想跑也跑不动。就这样，一只只全成了土人的俘虏，却因为贪心，最终成了人类的盘中餐。古人觉得猩猩的嘴唇是人间美味，甚至把猩唇列为山八珍之一，而且他们还相信吃了强悍动物的肉就能吸取它们的力量和灵气，所以吃了猩猩肉不仅味道好，还能让你健步如飞。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代中国的猩猩才灭绝了吧。招摇山除了这些奇特的猩猩，还流淌着一条叫利吉水的河，它从山涧发源，一路向西奔向大海。这条河里啊，有一种叫做玉佩的石头，据说佩戴像它就不会得肚子鼓胀的病。唐庭山与白猿传说，从招摇山再往东走300里，这山里啊，到处都是一种叫眼木的乔木，结的果子红彤彤的，能吃。不过唐庭山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身形矫健的白猿，它们长得像猴子，可手臂粗壮有力，腿长得惊人，动作那叫一个敏捷。爬树简直是小菜一碟。白猿的叫声听起来特别哀怨，古人说猿猴叫上3声，它们这种独特的叫声和攀爬绝技是白猿最显著的标志。古人还觉得猿是长寿的象征，说猴子活到800岁就能变成猿了。连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都提到，猿猴生在深山老林，手臂极长，能吸取天地精气，所以寿命特别久。除了这些白猿，康庭山还有一样宝贝水玉，
也就是我们说的水晶。看说在神农时代，禹师吃松子就是吃了这种水玉，还能在火中烧而不死。就连炎帝的小女儿学着吃松子的样子。当然了，唐庭山除了水晶，还藏着丰富的黄金，不过可不是提炼过的纯金，而是那种黄澄澄的沙金。元义山怪虫与险境，再往东走380里，这山可不得了，里面怪兽横行，水里怪鱼游弋。但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却这里漫山遍野的蝮虫。蝮虫是种奇特的蛇，脑袋却有大拇指那么大。古时候人们觉得它是一种极其恐怖的怪物。林屈原在《离骚》里都提醒那些游魂，南方有千里火海，有蝮虫，总之是个危险的地方。也有人说蝮虫又叫反鼻虫，身上有红白相间的花纹，鼻子上还长着一根尖刺。它们喜欢躲在怪树上，身上的花纹就像漆一样，是最好的保护色。你看，绵义山除了蝮虫，它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蛇和树木，地形险恶，根本就不是人能上去的地方。扭阳山、鹿鼠与神龟的传说，从元义山再往东370里，扭阳山便映入眼帘。这座山可真是的宝地，南坡挖得出黄金，北坡藏着白银。山里还有一种吉祥的野兽，它长得像马，却顶着一头白色的脑袋，身上有老虎一样的斑纹。鹿鼠的叫声啊，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唱歌。古人说，谁要是披上它的皮毛，就能子孙满堂。所以啊，鹿鼠也常常被人捕杀。但这家伙可机灵了，一有点风吹草动，立刻就藏起来了。扭阳山还流出一条怪水，在这条河里，你可能会听到一种像是敲击木头的奇怪声音，那可不是什么人在搞鬼，而是玄龟发出来的。这玄龟长得嘛像普通乌龟，可它有鸟一样的脑袋和蛇一样的尾巴。它时而在岸边爬行，时而在水里畅游。传说佩戴玄龟的甲壳能让人耳朵不聋，还能治脚癣。你可能不知道，大禹治水那会儿，当时应龙在前面用尾大画地，指引大禹开凿河道，而玄龟呢，就默默地驮着息壤跟在大禹身后。大禹需要的时候，随时能从他背上取来息壤，投向大地，一落地就能迅速生长，很快就把洪水给填平了。所以啊，玄龟也是治水工程里不可或缺的大功臣呢。底山飞翔的牛形鱼，沿着扭阳山再往东走300里，就是底山了。这山里河水虽然多，可山上却光秃秃的，到处都是怪石，连棵花草树木都没有。但这里却住着一种奇特的鱼，它长得像牛，喜欢待在山坡上，而不是水里。肋下还长着翅膀，能在天上飞翔。它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犁牛在吼。这种鱼名叫鹿，冬天会直浮起来，夏天又会复苏。据说吃了它的肉就能治好臃肿的病。你看，这些被神化的爬行动物，经常会出现在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上，纹饰精美，充满神秘感。胆元山雌雄同体的类兽，从底山再往东400里便到了胆元山。这里河水也多，可山上依然是怪石嶙峋，草木不生，根本没法攀爬。山里住着一种叫类的野兽，它长得像野猫，可眉毛上却垂着长长的毛发。最奇特的是，它居然雌雄同体，能自己受孕繁殖后代。古人说，吃了它的肉就能让人不再嫉妒。据说在明朝的时候，闽南蒙化府一带还经常能看到这种野兽，当地人叫它毛。还有传说，南海山谷里有一种形似狸猫的灵猫，也是雌雄同体。在原始宗教里，像类这种雌雄同体的生灵被视为集阴阳两性于一身，拥有统领天地的至高神性和强大神秘的力量。你看，
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也能看到这种雌雄同体的图案，这不正是古人对这种神秘神性的崇拜吗？鸡山、九尾羊与多头鸟，从胆源山再往东300里就是鸡山了。这座山的南坡玉石遍地，北坡则长满了各种怪异的树木。山里有一种叫伯的野兽，它长得像羊，却有9条尾巴和4只耳朵，眼睛居然长在背上。古人说，谁要是披上它的挠皮，就会勇气倍增，变得无所畏惧。山上还有一种产孵鸟，它长得像鸡，却有3个头、6只眼睛、6只脚和3对翅膀。想象一下，3个头总是意见不一，整天吵吵闹闹打架。不过谈说吃了这种多眼禽鸟的肉就能吸收它身上的灵气，让你不用闭眼睡觉不知疲劳。所以啊，过去那些有钱人会买来给故宫吃，让他们没日没夜的干活都不知道累。青丘山、九尾湖的变迁与其余。再往东300里，就山南坡盛产玉石，北坡则藏着青货这种矿物颜料，古人常用它来涂抹器物。不过青丘山最出名的还得说是那里的九尾狐，它长得像狐狸，叫声跟婴儿啼哭似的。你可别小看它，这家伙凶猛得很，能吃人。有人又说，吃了九尾狐的肉，就能不受妖邪毒气的侵扰。在中国古代，九尾狐的形象可复杂了，它既是祥瑞的象征，也预示着子孙昌盛。据说他30岁还没娶妻，有次路过涂山，看到一只九尾白狐，忽然想起当地民谣，见了九尾白狐能为王，见了涂山女儿家道兴旺。于是大禹就娶了涂山女子娇为妻，结果真成了王，子孙繁盛，统治了华夏。古人还相信，如果君王不好色，政治清明，九尾狐就会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石里，九尾狐常常和玉兔、金蝉3组巫一起出现在西王母身边，既是西王母的使者，也是吉祥和子孙兴旺的象征。为什么呢？口总是朝向他出生的方向。古人觉得他不忘本，他那9条蓬松美丽的尾巴也被看作子孙繁衍、后世昌盛的吉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形象也变了，从最初的祥瑞之兽变成了青丘山里吃人的卫兽，再到后来《封神演义》里迷惑纣王、祸乱天下的妖精妲己，他成了乱世妖孽的代表。甚至传说他还东渡日本，化身成绝世美女玉藻前打日本天皇也迷惑的团团转，后来被识破真身，变成了杀生石，名叫罐罐。他长得像斑鸠，叫声却像人家互相吃骂。据说罐罐的肉特别好吃，烤熟了味道鲜美无比，而且把它的羽毛插在身上就不会被迷惑。青丘山发源的阴水向南流入渊一泽，水里有很多赤如，它长得像鱼，却有着一张人脸，叫声像鸳鸯，就能治好疥疮。鸡尾山，雀山山系的终点，从青丘山再往东350里就到了鸡尾山。真卧山高高的矗立在东海边，山里沙石遍布，一条叫方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渭水，河水里盛产白玉。好了，说到这儿，我们雀山山系的第一段旅程就走完了。从最西边的招摇山一直到最东边的鸡尾山，一共10座山，绵延了2950里。这些山的山神长得都一个样，鸟的身体，龙的脑袋，他们没有谁是老大的。祭祀这些山神的时候呢，要用牲畜和玉璧一起埋到地下，他要用稻米来供奉。你看，从山神的形象和祭祀方式就能看出来，住在这片山系的人们肯定是以鸟为信仰的农耕民族。南次二经，桂山的异兽与丹珠化鸟。现在咱们要开始探索南方的第2列山系了。最西边打头阵的是桂山，它高高的立在那里，
站在山顶，向北能望见猪皮山，向东又能看到长右山。桂山里流淌着一条阴水，它向西南方向流入赤水。这条河可漂亮了，还有像粟米粒大小的丹砂，红白相间，想必水底风光一定很美。山里住着一种叫狸狸的野兽，它长得像小猪，却有一双鸡爪子，叫起来跟狗叫一样。只要哪里出现了狸狸，那地方就预示着会有大量的土木工程要动工。还有一种鸟，它长得像猫头鹰，爪子却跟人手似的，叫声沙哑，就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听着特别难听。这猪雁可不是什么好鸟，它是灾祸的象征。据说哪里就会有很多文人被流放，因为它就是那些流放者灵魂的化身。去世是尧帝的儿子丹朱变的，丹朱是尧帝最大的儿子，却也是最不成器的。他骄横顽劣，喜欢到处玩乐。那时候大洪水泛滥，他却整天坐船东游西逛。后来大禹治水成功，洪水退去，丹朱还让人昼夜不停地推着他的船在陆地上走，这就是陆地行舟的由来。尧帝看丹朱实在承担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就把天下禅让给了舜，把丹朱流放到南方的丹水去救诸侯。当时中原有个叫三苗的部落首领，很同情丹朱，就联合他一起反抗尧帝，结果失败了。三苗首领被杀，丹朱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到南海边，面对茫茫大海进退无路，羞愧难当，最终跳海自尽。他死后灵魂就化成了这只不祥的朱雁鸟。丹朱的后裔后来聚集在南海附近，建立了一个叫欢都国，它就是丹朱国。那里的人长相很奇特，有人的面孔，这些翅膀不能飞，只能当拐杖拄着走路。长右山水怪吴志奇的传说，从桂山往东南方向走450里，就到了长右山。站在桂仙山顶，正能远远地望见它。这座山里没有花草树木，却水源丰富。山里住着一种叫长幼的野兽，它长得像猿猴，它的叫声听起来就像人在呻吟。这长幼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据说它一出现，那个地方就会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长幼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时屈服的那个猴形水怪吴志奇。你想想，大禹治水3次到铜钵山，那里总是电闪雷鸣，狂风怒号，石头树木都在咆哮，治水工程根本没法进行。大禹知道是妖物作怪，就召集众神齐心协力，才把水怪给抓住了。他不仅能说人话，还能对答如流。他长得像猿猴，金色的身体，眼睛闪耀着万道金光，力气大得能抵过9头大象。大禹用大铁链锁住他的脖子，鼻子里还穿了的金铃铛，最后把他镇压在今天江苏淮阴的龟山脚下。从那以后，大禹治水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水也从此安安稳稳地流入大海。更离奇的是，据说1000年之后，朱元璋皇帝路过淮水，命人把那铁链拉出来，大家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长长的铁链拉到了头。随着铁链的尽头，传说中的水怪竟然出现了。他一下子跳到船上，开口说起了人话，把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瑶光山，丑恶的滑滑怪兽，从长右山再往东340里，这座山的南面盛产玉石，北面则藏着黄金。山里住着一种怪兽，它长得像人，可全身却长满了猪一样的鬃毛。这滑滑很特别，冬天它会躲在洞穴里冬眠，夏天才会出来活动。它的叫声就像砍木头一样。滑滑的样子非常丑陋，古人总把它跟灾祸联系在一起，认为哪里出现滑滑，哪里就会有动乱发生。雨山滚治水牺牲之地，从瑶光山再往东350里，就到了雨山。这山下面流水潺潺，山上却常年下雨，光秃秃的，
连棵花草树木都没有。可别小看这寸草不生的雨山，它可是治水英雄滚牺牲的地藏。古时候地上的人们犯了错，老天爷降下滔天洪水惩罚人类，大地一片汪洋，百姓苦不堪言。天帝的孙子鲧看着黎民受苦，心疼不已，他下定决心要平息洪水，解救苍生。于是鲧趁天帝不注意，偷偷盗走了天上的息壤，来到人间填堵洪水。只需要一点点就能迅速生长，堆积成堤坝。但这件事很快就被天帝知道了，他勃然大怒，派火神祝融抢回息壤，并在雨山杀死了鲧。更令人称奇的是，鲧虽然死了，他的身体却不腐烂，反而孕育出了大禹，来完成他未尽的治水大业。所以啊，鲧就是大禹的父亲。而且这雨山跟元义山一样，也到处都是那种可怕的蝮虫。曲阜山与巨鱼山，金玉之藏。从雨山再往东370里是曲阜山，这山里啊也是光秃秃的，连草木都没有，但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各种美玉。再往东走400里就是巨鱼山了，它跟曲阜山差不多，同样没有花草树木，却也蕴藏着大量的金属矿产和玉石。福玉山，食人兽与刀鱼传说。从巨鱼山再往东500里便是福玉山。登上山顶，向北能看到巨区，向东能望见猪皮水。山里住着一种叫狮的野兽，它长得像老虎，却拖着牛一样的尾巴，叫声像狗叫。这是可不是吃素的，而且跟长幼一样，它也是发大水的预兆。一条叫调水的河流从福玉山的北面发源，一路向北流入巨曲泽，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太湖。这太湖里啊，盛产一种鲫鱼，也就是大家说的刀鱼。它脑袋长，身体薄薄的，腹背都像刀刃一样锋利，嘴边还有2条硬胡须，腮下长着麦芒一样的硬毛，肚皮底下还有像快刀一样的硬角。据说这种鱼每年3月出来，吃了它还能治狐臭。成山3层土坛与黄金河流。从福玉山再往东500里是成山，这座山特别像一个4方形的3层土坛，山上盛产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下则有丰富的青货。一条叫石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呼韶水，河里的沙石中藏着很多黄金。鬼击山、名山风流与敷石。从成山再往东500里，这座山也是方方正正的，山上同样是金玉满堂，山下则盛产晶莹剔透的敷石，其水是一种像玉一样美丽的石头。一条叫调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巨水。说到桂基山，它就是今天浙江绍兴那边的。在古代，桂基山可是和5岳齐名的5镇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大地上的名山。大禹勾践、秦始皇、王羲之这些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传奇故事。著名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宜山、蒲沟、咸阴山荒芜与寂静。从桂基山再往东500里便到了宜山。这山里没有草木，只有漫天的沙石。一条叫古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裂土水。再往东500里是蒲沟山，山上金玉丰富，山下草木茂盛。可奇怪的是，这山里既没有飞禽走兽，也没有河流水源。又往东500里就是咸阴山了，这座山更是光秃秃的，没有草木，也没有一滴水。巡山、五口羊与紫色螺。从咸阴山再往东400里，这山南面盛产金属，北面则多出玉石。山里住着一种奇特的野兽，不是绑得像羊，却没有嘴巴，不吃不喝，也能活得好好的，而且它是杀不死的。一条叫浔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
向南流入淤泽，水里面有很多紫色的螺。护韶山自南与荆起，从巡山再往东400里就是护韶山了。这座山上到处都是紫树和楠木，山下则长满了荆条和枸杞。一条叫汤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一路向东奔流入海。曲吴山，沙石与流水，再往东500里是曲吴山，只有漫天的沙石。一条叫陆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此水，陆吴山，独角雕与吃人怪兽，再往东500里便到了陆吴山。这山里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草木，但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一条叫泽庚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滂水，水里住着一种叫古雕的野兽，它长得像雕，却头上长角，叫声跟婴儿啼哭似的。这古雕可凶猛了，是会吃人的。七吴山日出之景与山系总结，再往东500里就是七吴山了。它也是南方第2列山系最东边的一座山。山里没有草木，盛产可以做棋子的薄石，却不产玉。这座山在东海之滨显得特别突兀。你可以眺望远处的秋山，那里有神光享日出的绝佳地点。好了，从桂山到七吴山，这南方第2列山系一共17座大山，绵延了7200里。这些山的山神都是龙的身子，鸟的头。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也同样崇拜鸟图腾，他们的祭祀方式也和第1列山系差不多，用牲畜和玉璧埋入地下的，再用精选的稻米来供奉神灵。这说明这2个山系的人们不仅农耕方式相似，对鸟的信仰也是一脉相承的。南次三经，天鱼山的神秘开端。现在咱们要开始探索南方的第3列山系了。最西边打头阵的是天鱼山，这山下面全是水，根本没法攀登上去。倒过山犀牛，四鱼虎蛟，从天鱼山往东500里就是倒过山了。山下却住着一群奇特的大家伙，犀牛、四和各种大象。先说这犀牛吧，它长得像水牛，口上竟然有3只脚。它们爱吃荆棘刺草，所以嘴唇常常鲜血淋漓。古人觉得犀角是犀牛的精华所在，能解百毒，是名贵药材。据说还有一种通天犀，专门吃毒草、啃带刺的树，用自己的身体试药，变就一身解毒的本领。犀牛被视为勇者的化身，威武力量的象征，在后世的青铜器上常常能看到它的形象。犀角也被当成神物，能通灵辟邪。可惜就是因为人们太喜欢犀角了，才导致犀牛被大肆捕杀。直到上世纪初，公国境内的犀牛就彻底灭绝了。再说兕，也是通体黑色，但只有1个角，是种独角兽，它也常出现在青铜器上。传说兕除非走投无路，是不会咬人的。它喜欢安静，常常夜晚独自站在悬崖上，静静地听着泉水声和松涛声，直到天亮才回巢，特别浪漫。可惜酒传里还记载着犀兕甚多，后来就再也没人见过它了。兀帝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灭绝了吧？这3种大型野兽居然都能在倒过山里和平共处。除了这些大家伙，山里还有一种鸟，它长得像雕，脑袋却是白色的，有3只脚和1张人脸，叫声就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倒过山里还流淌着一条干水，一路向南流入大海。河水里有一种叫虎蛟的动物，身子像鱼，后面拖着一条蛇尾巴，叫声像鸳鸯。据说吃了它的肉就能治好臃肿和痔疮。丹穴山，凤凰的祥瑞之地。从倒过山再往东500里就到了丹穴山。这山里金玉遍地。一条叫丹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渤海。不过丹穴山最令人神往的还得说是那里的凤凰，它长得像鸡，
美轮美奂。凤凰头上的花纹据说像德字，翅膀上是翼，背上是鲤，胸前是人，肚子里是心。这凤凰啊，吃喝随性，自由自在，常常自己唱歌跳舞。古人相信，只要凤凰一出现，天下就会太平安宁。传说皇帝在位的时候，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皇帝穿着黄袍，戴着黄帽，在殿中祈祷。这时凤凰遮天蔽日地飞来，凤凰便栖息在皇帝东园的梧桐树上，久久不肯离去。它的出现就是对皇帝治理天下功绩最好的褒奖。发爽山、白猿与南峰谷，从丹穴山再往东500里就是发爽山了。这山里没有草木，却多河流，山中栖息着许多白色的猿猴。一条叫泛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渤海，再往东400里，我们来到了茅山的尾端。有个大峡谷叫玉衣谷，里面住着许多奇怪的鸟，谷中还吹出阵阵温和的南风。又往东400里就到了飞山，这山顶盛产金玉，却没有水，而山下又再次出现了大量的附虫。羊夹山无草多水的奇山，再往东500里，这山里没有草木，但水源却非常丰富。灌香山、茂林与怪鸟，再往东500里是灌香山。山上树木茂密，却不长杂草，里面有很多奇怪的鸟，但却没有野兽。鸡山、旱灾的预兆专诸。再往东500里，这山上生产金属，山下则有丰富的丹货。那是一种红色的涂料，一条叫黑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大海。水里住着一种叫粘猪的鱼，它长得像鲫鱼，身上却长着猪毛，叫声也像小猪。这专猪跟长幼可完全相反，它一出现，就预示着天下会大旱。也有人说，专猪的样子像蛇，尾巴却像猪尾巴，还是一种美味佳肴呢。令丘山、野火与人面鸟，从鸡山再往东400里就是令丘山。这座山光秃秃的，没有草木，到处都是野火，那里总是刮出强劲的东北风。山里还有一种鸟名叫鱼，它长得像猫头鹰，4只眼睛，还有耳朵，它的叫声就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这鱼和专诸一样，都是大旱的征兆。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鱼鸟曾在豫章成宁寺聚集，其他鸟都不喜欢它，围着它吵闹。结果呢，那一年从5月到7月，豫章郡酷暑异常，禾苗都枯死了。轮者山、白高树的秘密，从令丘山再往东370里是轮者山。这山上藏着丰富的金玉矿藏，山下则生产青色和雄黄这种涂料。它长得像构树，却是红色的纹理。树干能分泌出一种像漆一样的汁液，味道却甜得像麦芽糖。古人说，喝了它不仅不会感到饥饿，还能消除疲劳。这种汁液名叫白膏，能把玉石染得鲜红。鱼高山、怪兽与大蛇的领地，从轮者山再往东580里就到了鱼高山。这山里啊，到处都是奇怪的野兽和巨大的蛇，凤凰与蓝雏的圣洁之地。从鱼高山再往东580里，咱们就来到了南鱼山。这也是南方第3列山系最东边的一座山，山上金玉满堂，山下溪水潺潺，山里有个神奇的洞穴，春天水会从洞里冒出来，到了冬天洞口就会被堵住。一条叫左水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向东南流入大海。更让人惊喜的是，左水流经的地方有凤凰和蓝雏栖息。蓝雏可是跟凤凰、蓝鸟同类的神鸟，象征着纯洁和吉祥。庄子曾说过，蓝雏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只栖息在梧桐树上，只吃最珍贵的果实，只喝最甘甜的泉水。你看，南鱼山里既有凤凰又有蓝雏，
这地方得多神圣啊！好了，从天鱼山到南鱼山，这南方第3列山系一共14座大山，绵延了6530里。这些山的山神都是龙的身子，人的面孔，祭祀他们的时候要用一条白色的狗做祭品，用狗血头抹，再用稻米来供奉。这种祭祀方式非常古老，有时候甚至不用杀生，只要用生血涂抹祭品就行。至此，咱们南山经里讲的这3列山系，40座大小山，16380里，总算是都走完了。从明天起，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西山经里的那些奇山异水吧。